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当年爸妈辛苦积攒，不仅改善了生活，还购置了新物件，但分家时，奶奶的偏心的确令人心寒。最后仅分得一些简陋家当，爸爸的神色有些不自然，说孩子的事呢，提那些陈年旧事做什么？接着他严肃地看向我，我们不会引导你走错路。许俊确实是个好人选，但婚姻远非恋爱那般简单，特别是你要远嫁。我不等爸爸说完就急切地打断他，可你们现在的成功证明了，生活的好坏更多取决于自己，家族的偏爱不重要，我无所谓，我只想和许俊过好我们的小日子。然而，婚后的生活并未如我所愿，无论我如何努力将家门紧闭，婆婆总是能够轻易地扣开，而许俊每次都毫无抵抗力地让她进门。你哥哥现在无处可去，他被追债逼得快崩溃了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在客厅里，婆婆紧握着许俊的手，泪流满面。我轻蔑地扯了扯嘴角，他哥哥拥有比我们更多的资产，生活本应更为优渥，但去年他盲目跟风投资，结果损失惨重，现在躲藏起来，避免面对巨额债务。许俊不敢轻易承诺，偷偷观察我的反应。我瞪了他一眼，他吓得迅速低下头去。我曾多次叮嘱他，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我们的经济状况，更不可告诉婆婆我们已还清房贷。但昨晚她去给婆婆送了东西，今天婆婆就来哭诉，显然是她说漏了嘴。见我们沉默，婆婆的哭声愈发凄惨。如果我还有能力，我宁愿去当牛做马，也不愿来求你们。可我真的没办法呀！你哥哥要是有个万一，我也不想活了。他的哭声让我心烦。我深吸一口气问道：妈，那您希望我们怎么帮忙？婆婆立刻停止哭泣，怯生生地说：我知道你们也难，妞妞还小，就先帮她还150万吧，剩下的可以慢慢来。说得轻松，150万，我还没开口，许俊已经像被电到一样甩开他妈妈的手，惊愕地喊道：150万？你当我是开银行的吗？我没钱。婆婆的脸一下子红了，她抬起手指了指我们的房子，你可以把这房子抵押了呀，这样就有钱了，房子你们还能继续住，你哥哥也能解燃眉之急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我冷笑一声，他怎么不去抵押自己的房车铺子？婆婆早有准备，她的房车铺子产权证还没办下来，不能抵押，而且车子不值几个钱，你嫂子上班还需要用。我问她抵押之后的贷款由谁来还，婆婆急忙说：当然是你哥哥来还，他还不上，我来替他还。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许俊已经不耐烦地发出啧啧声。他还不起，你也还不起，最后还不是要我来还？看到婆婆还想说什么，许俊挥了挥手：妈，你别老替他担着，自己惹的麻烦自己解决。婆婆不再说话，张了张嘴，胸口剧烈起伏着。她看了看满脸不耐烦的儿子，又看了看面无表情的我，突然眼睛一翻，捂着胸口从沙发上滑了下去。医院抢救室大门外，许俊焦急地来回踱步。我抱着女儿坐在冰冷的长椅上，回忆婆婆是从何时开始盯上了我们。我刚嫁过来的时候，婆婆并不敢往我和许俊的小家里伸手，因为我爸在婚宴上借着酒意半真半假地开过玩笑，说姑娘既然嫁到外地，就只给车子和票子，房子和铺子留着，等她二婚嫁回本地再给。当时桌上的男方亲友都鸦雀无声，
女方亲友却哈哈大笑，还起哄说：“老李，你这样已经坏了规矩了。本来嫁去外地一个子儿都不该给的。”事后，我特意当着婆婆的面对许俊抱怨说：“你听到了吧？嫁给你我可亏大了。”许俊搂着我的肩说：“老婆，你放心，房子和铺子以后我给你挣。”我婆婆就在一旁讪讪地笑。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是我精挑细选后定下的，首付我们一人一半，位置离我婆婆不近不远。交房时，婆婆和大哥一家过来转了一圈，说市里的房子真是又贵又小，多一个人都嫌挤。我听了很满意，心说我不和你们争宽敞的大房子，你们也别惦记我的小房子。但现在不仅大房子没我们的份儿，他还要来抢我们自己辛苦攒下的小房子。刘桂英家属在吗？刘桂英家属。大夫的呼唤声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我收敛心神，起身上前。许俊已经拉着大夫一叠声地问他妈妈怎么样了，做了紧急心脏支架手术，但是情况还不稳定，你们先去缴费吧。我心下一沉，婆婆的医疗费是一方面，更头疼的是她后续肯定需要休养，离不开人看护。现在大哥在外躲债，至于大嫂，我低头看一眼手机，忍不住冷笑。婆婆出事后，我给他们夫妻俩打了10几个电话，都没人接，留言也没有回复。许俊缴费回来，眉头紧锁：“敏敏，我信用卡的额度不够了，你能不能？”我瞬间心头火起。其实婆婆有医保，报销后的医疗费并不算多。从去年开始，婆婆每次上医院都要拉着许俊一起，让许俊替她缴存医疗费，但是报销下来的钱却从没还给许俊，更别提让大哥一起平摊费用。说起来，婆婆每一次生病还能从我们这儿赚走不少钱。我有心想说2句难听话刺一次许俊，但是看着他彷徨无措的样子，又心软了。我去缴费，你带妞妞玩一会，她刚睡醒，别给她看手机。许俊默不作声地从我手中接过女儿，女儿伸出2只小胳膊环住他的脖子，小嘴凑到他耳边：“爸爸，我想看小马宝莉。”许俊一脸宠溺地看着女儿：“咱们回家再看小马宝莉，爸爸现在带你去看小金鱼好不好？”爸爸刚刚在楼下看到一缸好漂亮的金鱼，还有小乌龟，父女2个咬着耳朵，笑嘻嘻地走在前头。我在后面看着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当年没看错人，许俊确实是个好丈夫、好爸爸，但是我当年也确实天真的可以，以为把小家的门一关，就能完全隔绝外界的风风雨雨。如今亲身体会过偏心长辈的威力了，才知道原来锅真的是铁打的。1周后，婆婆情况稳定，预计很快就能出院了。我下班到医院给护工结算工资，许俊在一旁欲言又止。我斜睨他一眼：“有屁快放！”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昨晚陪床的时候，婆婆醒了一小会儿，泪眼婆娑地看着他。”虽然没说话，但是那意思他心里明白。要不咱们稍微帮一下我大哥吧？我毫不犹豫地点头：“行啊。”许俊眼睛一亮，我紧接着道：“咱们这就去民政局离婚，离了婚，你爱怎么帮你大哥就怎么帮，我绝不拦着。”许俊的肩膀又塌了下去。我看一眼病床上的婆婆，此时她正一副闭眼安睡的模样。但实际上，谁知道他到底是睡是醒？我抿了抿唇，决定今天就抛下都市白领的包袱，当一回歇斯底里的中年妇女。咱俩结婚的时候，你妈说家里的财产都给你大哥，还要你拿1半的积蓄给他，所以以后他就靠大哥养老，不指望我们。这话你还记得吗？许俊叹一口气，没有反驳。我接着道：“
但是我嫁过来之后，你每个月给你妈2000块，逢年过节我给她买吃的穿的用的，凡是我父母有的，我一样也没落下她。我没说错吧？许俊仍旧低着头，不敢看我。不知不觉间，我提高了音量。妈这次生病住院，我们出钱给她交手术费，请护工，下班了还得过来给她陪床。但是你大哥大嫂呢？他们一脚都没踏进过医院。见我情绪激动起来，许俊连忙缩着脖子，做了一个双手下压的动作，示意我小声一些。我一把挥开他的手，我告诉你，许俊，我是不差钱，我也不稀罕你妈的钱，但是你们不能把我当傻子。瞥见婆婆放在被子外面的手攥紧了被子，我翻了个白眼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妈来找我们要钱，就是你大哥在背后挑唆的，不然她一个老太太怎么会知道房屋抵押贷款还两全其美？我呸！你大哥就是被你妈惯的，把他惯成了总想不劳而获的吸血鬼，不孝父母，算计兄弟，活该他一辈子穷困潦倒。婆婆终于装不下去了，她猛地睁开眼瞪着我。我看一眼床头的心电监护仪，见数据还算平稳，果断拦下她的话头。妈，惯子如杀子，您要是少偏心大哥一些，说不定他还能多心疼您一点儿，也不至于您现在躺在这里。他们夫妻连面都不露。许俊上前2步，挡在我和婆婆中间。你少说2句吧，妈刚做了手术。许俊比我高一个头，我仰着脖子看他，只觉得一口气卡在喉咙口，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，全身止不住的颤抖。病床上的婆婆抽泣起来，你们干嘛要救我？让我死了算了，我死了你们就称心如意了。许俊脸上流露出不忍之色，看向我的眼神带着哀求。我握紧了拳头，恨不得把他的眼珠子抠出来。每次都是这样。许俊明知婆婆偏心他大哥，私下里也经常向我抱怨，但是每次婆婆一哭一病，他就心软了，要钱给钱，要物给物。之前婆婆不触及底线，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是她这次实在太过分了。僵持间，我的视线扫到床头柜上的热水瓶，脱口而出：我出去打水。许俊被我这突如其来的退让弄得愣了一下，我不理他，拿着热水瓶快步走出了病房。我要冷静，不能硬来。婆婆偏心了一辈子，不可能因为我几句不疼不痒的指责就转了性。许俊的态度才是关键，只要他能和我统一战线，那婆婆就是把眼睛哭瞎了都没用。我很快拿定了主意，接满热水后便往病房走。推开房门前的一刹那，婆婆尖利的哭喊声传入耳中，我不由脚下一顿。你个没良心的畜生啊，娶了媳妇忘了娘啊！病房里，婆婆伏在床头掩面哭嚎，许俊低头站在床边，垂在身侧的双手紧握成拳。妈，敏敏的话你刚才也听到了，我总不能为了帮大哥还债，就把自己的家也搭进去吧。婆婆抬起头，恨铁不成钢地骂道：你听他吓唬你呢，他弟媳妇去年生了双胞胎儿子，他爸妈肯定不会同意他离婚回娘家的，而且他自己也肯定舍不得你和妞妞，你就放心抵押房子，贷款你哥会帮你还的。许俊嗓音发颤，敏敏为了我远嫁过来，你就这么算计他？婆婆噎了一下，很快又挤出2滴眼泪。妈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，等我一走，你就只有你哥一个亲人了。许俊打断了他，我还有妞妞和敏敏，那怎么能一样？妞妞迟早要嫁人，李敏她姓李，说不定哪天她就提包走人了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猛地推开房门，把许俊和婆婆都吓了一跳。我几步走到婆婆床前，
面无表情地掏出手机，举到她眼前。妈，大嫂不是说她工作很忙，没空来医院看你吗？但是你看她刚发的朋友圈，她这又是去哪度假了？她手上的金镯子我之前没见过呀，是新买的吗？婆婆盯着手机屏幕，张口结舌。婆婆做完手术的第2天，我交完费用，请完护工，大嫂的电话才姗姗来迟。我昨天带着小雨在山里野炊呢，信号不好。妈怎么样了？要不要紧？这谎话编的，我都懒得戳穿她，只说你自己来医院看看就知道了。哎呦，我公司里突然派了任务要出差去外地，小雨都只能麻烦我姐照顾了，实在没时间去医院看咱妈，只能辛苦你和2弟了。结果今天一早，他就发了外出游玩的朋友圈。当然，他提前设置了仅部分人可见，不过我早就另外用小号加了他的好友。妈，你不为我和许俊着想，你也该为自己想想吧。你把我们家拆散了，把我逼走了，难道指望大嫂来照顾你吗？婆婆连连摆手，说不是的，她没想拆散我们家。那您就安心养病，不要再拿大哥的事逼我们。要是我们也像大哥大嫂一样不管您，您打算怎么办？我这话已经有了威胁之意。婆婆眼神一阵闪躲，不敢回应。许俊看一眼我的手机，摇了摇头，满脸无奈地对婆婆道：妈，你就别闹了。婆婆沉默了，半晌后才背对着我们躺了下去，被子下的肩膀微微耸动。我和许俊对视一眼，都重重叹了一口气。今天晚上还是我来陪床，你回家休息吧。许俊面带愧疚，我摇了摇头。你已经连续陪了3天了，还是我来吧。说着，轻轻捏一下他的胳膊。而且妞妞也想你了。今天早上送她去托管的时候，我就答应她了，让爸爸回家陪她。许俊走后，婆婆不哭了，也不跟我说话，只对着天花板发呆。我看着她虽已苍老，却仍有几分与许俊相似的面孔，心中除了委屈，还觉得疑惑。都是亲生的儿子，他怎么就那么偏心老大呢？婆婆出院的时候，我和许俊都瘦了一大圈。出差的大嫂此时终于舍得回来了，一开口就是埋怨：你们怎么送妈来这家医院呢？这里环境多差呀，应该去市医院的。我上下打量她一眼，高跟鞋大浓妆，一头卷发打理得锃光瓦亮，懒得和她废话，我直接把发票递了过去。这是妈这次住院花的钱，你现在就转一半给我。大概是被我这老实不客气的态度惊到了，她愣了一瞬才反应过来，语气嗔怪：妈不是有医保吗？等报销下来了我再给你转钱，还怕我少了你的不成？我冷哼一声，正准备好好喷她一顿，婆婆急忙插话道：这段日子辛苦你和老二了，你们赶紧回家吧，你大嫂陪着我回去就行。我身旁的许俊轻轻叹了口气，从我手中拿走了发票。咱们走吧。上车后，我忍不住抱怨，我为他忙前忙后，大嫂只顾着自己逍遥，但是他眼里大嫂还是千好万好，从来看不到我的辛苦。许俊系安全带的手停顿一下，到底没说什么，但是下车前一刻，他突然开口了：以后你每月给妈转1000块钱，多的不用再给。至于他在生病住院，也让大哥他们先出钱，我们只出报销后的一半。我一惊：你哥不会愿意的，你妈也不会愿意。许俊自嘲一笑：可我也不愿意了，就这样吧。我心底涌上一股奇异的情绪，说不清是欣慰还是怜悯。许俊握着方向盘的双手缓缓收紧，根根青筋凸起。我们给的再多，做的再好，他都看不到，因为他眼里只有大哥。水滴石穿，看来许俊对婆婆的不满终于到达了临界点。我不再多劝，
轻轻点了点头。此后，许俊果然没再给婆婆送钱送物，只在月底的时候提醒我给婆婆转1000块钱。婆婆收到钱后给我打电话，吞吞吐吐地问我们最近忙不忙。我心知她真正想问的是为什么只给她1000了，之前不都是2000吗？嘴上只说我们忙得很，而且为了给她交医药费把存款用光了，还欠了卡债，让她报销款下来了就立刻给我们转过来。婆婆借口要出门锻炼，忙不迭挂断了电话。我这边刚放下手机，许俊的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，他直接开了免提。婆婆的质问声响起：你媳妇刚刚只给我转了1000块钱，你知道吗？她是不是背着你把另1000昧下了？许俊笑着看我一眼，朗声回道：是我叫她以后每月只给你1000的，你每月有5000退休金，还不够花，就叫大哥大嫂给你吧，我们没钱。婆婆刚说了个你字，许俊就挂断了电话。我有些担心，你这样会不会气到他？他会不会来找我们闹？许俊一边陪女儿玩过家家，一边浑不在意地说：肯定不会，他既然怕你问他要报销款，就不会来闹的。我信了他的鬼话，直到周一早上被婆婆堵在公司门口，才意识到婆婆对大儿子的偏爱远超我们的想象。敏敏啊，你就可怜可怜妈吧，妈快活不下去了呀。人来人往的1楼大厅里，婆婆死死拽住我西服外套的前襟，扯着嗓子放声哭喊。我一手拿着咖啡，一手提着笔记本电脑，差点被她推倒在地。正值上班早高峰时段，很快我们四周便围了一圈人，指指点点。我脸上一片火辣，恨不得原地找个缝钻进去。妈，你有话好好说，你先放开我，不放我就不放。婆婆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哭得更大声了。我儿子1个月好几万的工资，你却挑唆他1个月只给我1000块，我连饭都吃不起了呀！围观群众发出一阵喧哗，看向我的目光更显鄙夷。我只觉得脸上烫得简直要烧起来了。突然眼角瞥见2名大楼保安正在小跑着向这边赶来，顿时心下一松。婆婆此时却松开我的衣襟，一屁股坐到了地上，接着双手抱住我的大腿，仰天长啸：我刚做了心脏手术，你今天不给我钱，我就死在这里给你看。2名保安的脚步放缓，最后拐了个弯，目不斜视地从我眼前走了过去。我眼前一黑，气得四肢发麻，几乎站立不住。我出钱出力为他治病，他身体稍有起色，居然就来反咬我一口，一咬牙一狠心，我把手里的咖啡和电脑都扔了出去，扑到婆婆身上大吼：我们也没钱了呀妈，大哥欠的高利贷太多了，我们就是把房子卖了也填不上他的窟窿啊！妈，你不能为了帮大哥还债就把我们逼死啊！人群中爆发出更大的议论声。我继续大声哭诉婆婆的偏心事迹，越哭越来劲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撒泼。一开始还觉得难为情，但是哭着哭着，心里反而畅快起来。果然适当发疯有益身心健康。整个过程婆婆不发一言，外人眼里只看到我抱着婆婆的脑袋痛哭流涕，还以为她是被我对得哑口无言了。其实我一手掐着她的后脖梗，把她死死摁在胸前，另一手紧她的胳膊，让她动弹不得。婆婆毕竟上了年纪，挣扎了没一会儿就脱力了，伏在我怀里，只能发出虚弱的呜呜声。直到保安带着警察姗姗来迟，我才放开婆婆，起身抹了把脸：警察同志，我婆婆身体不好，麻烦你们倾泻。活脱脱一副担忧老人的孝顺儿媳模样。
这场闹剧以我被上司委婉批评，婆婆被许俊赶到警局接走结束。但是婆婆走之前说了，我们一天不给钱，她就一天不放弃，每天都到我公司楼下等着我。老大过不好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我呆立在派出所大门口，想起医院里为她奔波的那些日日夜夜，想起4年来精打细算只为早日还清房贷，想起我父母在婚礼上噙满泪水的双眼。第一次后悔嫁给了许俊。许俊担忧地看着我，伸手想要抱我，我抬手阻止了他，淡淡道：我请假回家，你记得下班了去接女儿。进门后刚踢掉鞋子，眼泪便不争气地落下来，我直接蹲在玄关埋头大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许俊开门进来，蹲下来轻轻抱着我：敏敏，我们离婚吧。我呼吸一滞，不可置信地抬头看他。许俊把我扶到沙发上坐好，再拧了毛巾给我擦脸，沉默半晌才下定决心般开口：大哥是我妈和第一任丈夫生的，我妈很介意别人说她是寡妇再嫁，所以她不许我们跟任何人提这件事。啊！我惊呆了，随后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问题居然还是和钱有关。那他把你爸留下的财产都给了前夫的儿子，这你也甘心？许俊苦笑：不甘心又能怎么样？他从小就说我还有爸爸和其他亲人爱护，但是大哥只有他了，所以他们外出打工不能同时带2个孩子时，他只把大哥带在身边，把我留在乡下奶奶家。他总说我要让着大哥，不然他就不喜欢我了。说着，许俊突然转头擦了下眼睛，在开口时声音闷闷的：可是我让了30年，真的让累了。敏敏，许俊盯着我，眼尾泛红：大哥有妈妈，我只有你们了。我心口泛起密密麻麻的酸楚，一个孩子到底要经历多少次失望，才能接受自己不被妈妈偏爱的事实啊？我俯身把头靠在他肩上，轻轻握住他的手。许俊用力回握，语气坚定：所以我们离婚吧，这样我妈就没立场来打扰你了。我净身出户，财产和孩子都给你，我妈的事以后我自己扛。他惊得很，不会到我公司闹的。我眼眶发热，又想流泪了。许俊抬手将我脸颊边散落的发丝挽到耳后，柔声道：离了婚我还是妞妞的爸爸，我挣的钱也还是都交给你，只要你不嫌弃我，我一辈子赖着你。我们在沙发上默默相依，时间1分1秒过去，终于我坐直了身子。我不同意。许俊还想劝我，我厉声打断了他：凭什么？凭什么你大哥闯的祸要用我们的婚姻替他买单？我不同意，我要让他自食其果。我给婆婆打电话，让她和大嫂明天中午都在家等着，我们过去一起商量个章程出来。婆婆很高兴，以为我服软了，只要你们这次肯帮你大哥渡过难关，我保证不再找你们要1分钱。另一边，许俊也给他大哥打了电话，问他到底欠了多少钱。他大哥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准数。许俊又问他欠了哪些人的债是拖不起的。王胖子的钱要得最急，120万左右。许俊挂断电话，摇了摇头：我哥比我妈老实。我切一声道：半斤8两。我的计划你都记清楚了吧？到时候你可不能心软。许俊点头：心软我就是小狗。第2天中午，我和许俊准时到了婆婆家。大嫂和婆婆已经在客厅里摆好架势等我们了。敏敏啊，昨天是妈不对，妈老糊涂急昏了头，妈给你赔礼道歉，你别和妈一般见识。婆婆一改昨日的嚣张跋扈，一见面就给我鞠了一躬。我侧身避过，斜眼看许俊的脸色很好，他没露出什么心疼不忍的神色。我又看向大嫂，
他正靠坐在沙发上，妆容精致，姿态闲适，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，似是笃定我们夫妻今天会乖乖将血汗钱双手奉上。我心下暗恨，一家子吸血鬼寄生虫，面上却笑眯眯地问他：大嫂手上的金镯子是什么时候买的？看着分量不轻啊！他脸上一跳，迅速把袖子扯下来挡住金镯子。假的，戴着玩的。哦，那借我戴2天吧。他不说话了，扭过头拉长了脸。婆婆在一旁打哈哈：你喜欢回头妈给你买一个，保管比你大嫂这个更好看。我笑道：可我就喜欢大嫂手上这个呢，一个假镯子而已，大嫂不会舍不得吧？看她紧抿着唇不说话，我又故意对婆婆叹了口气：哎，妈你看，大嫂这是没把我当自己人啊，就这样还想让我们抵押房子帮大哥还债，别回头拿了钱就翻脸不认人了。婆婆脸上的笑容一僵，嘴里喃喃着：不会不会，老大不是那样的人。我嗤笑，我当然知道大哥不是那样的人，但是大嫂不一样啊。见大嫂转过头恨恨瞪着我，我故意拉长了语调：大嫂还不知道吧？我车上的后视镜其实是一体式行车记录仪，能同时记录路面和车内影像呢。大嫂愣住，但下一秒她就脸色大变，哆嗦着嘴唇不敢看我。我刚嫁过来时，大嫂向我借车，说我的车子有档次，她跑业务需要充门面，我觉得算个正事，便借给她了。结果她居然开着我的车装富婆和小情人在我车上幽会。当时我也犹豫过要不要将事情告诉许俊，被我妈拦下了。万一他们离婚了，他大哥后面讨不到老婆，怪你多嘴怎么办？更麻烦的是，万一他们不离婚，你们以后怎么相处？你就当不知道，以后不借他用车就行了。幸亏听了我妈的话，让我今天面对这一家子蚂蟥时，不至于完全被动挨打。我盯着大嫂，步步紧逼，差点忘了，妈的，医药费报销下来了吧？大嫂还没给我转钱呢，我看不如就把这镯子给我抵医药费算了。虽然是假的不值钱，但是一家人嘛，我不和你计较。大嫂紧绷着脸，深吸了好几口气，终于她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咬牙撸下金镯子递给我：弟妹喜欢就拿去戴吧，也别说医药费什么的，就当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我接过镯子后立刻套到了手腕上，然后歪头看向许俊，一脸得意地问他：好看吗？许俊轻笑一声说：好看。大嫂本以为今天能从我们身上割到肉，没成想反倒被我挖了她的心肝，天还不敢作声，只能低着头，一双手死死拧着衣角。看她那表情，仿佛手里拧着的不是她的衣角，而是我的脖子。婆婆一双眼睛在我们之间来回打转，她是人老成精的，虽然不明白我说的那个一体式是个什么东西，但是光看大嫂那心虚的表现就知道我手上肯定有她的把柄。不过她现在没心情追究大儿媳到底犯了什么事，轻咳一声，亲昵地唤许俊的小名：俊俊，你看。我哎呀一声打断了他：这都1点了，大哥怎么还没到呢？大嫂闻言猛地抬头：他回来干什么？我笑着回他：当然是回来找你算账啊。大嫂闻言顿时脸色一变，扑上来就要抢回镯子。你这个贱人，把镯子还给我！许俊站起来挡在我面前，一把将他推回到沙发上。我把玩左手上的金镯子，笑呵呵道：你不会以为一个镯子就能封住我的口吧？我一早就把你的精彩视频发给大哥了，你等他回来收拾你吧。话音刚落，大门就被砰的一声推开，大哥铁青着脸冲了进来，大嫂尖叫着从沙发上弹起来，
冲进卧室，反锁了卧室门。大哥差了一步没抓住他，只能对着卧室门又踢又踹，高声叫骂：“你个贱人，给老子出来！老子打死你！”屋内的吵嚷声已经引得隔壁邻居探头探脑。婆婆见状，快步走到大门口，准备关门。我赶忙叫住了她：“别关门呐，妈，等下还有人来呢。”婆婆惊疑不定：“谁？”个大腹便便的中年光头男子从门外闪身进来。王胖子。婆婆被他身上的金链子晃得花了眼，直到他走到面前了，才堪堪回过神，结结巴巴地问他来找谁。王胖子没有回答，眼睛往四周看了一圈，最后视线锁定在许俊身上。“许兄弟，你哥呢？我找他有事。”许俊往卧室方向努了努嘴。王胖子大步走过去，抬脚狠狠地踹了几下门板。“许大强，你给我滚出来！”踹门的咚咚声和叫骂声吓得屋内的大嫂尖声惊叫，大哥却仿佛没听见一般，专心致志地踹着卧室门。还是婆婆心疼门板，上前拉住了他：“别踹了，门都要被你踹坏了。”大哥闻言收了脚，王胖子却不依不饶，让婆婆让开。他继续踹，婆婆赶忙表明身份，让他看在他是老人的份上，别在他家里闹事。王胖子却不吃这一套，一把将他推开。所幸许俊眼疾手快，扶住了他，才没让他摔倒。王胖子边踹门边放狠话，说今天许大强要是不把钱还给他，他就让许大强见血。婆婆被吓得瑟瑟发抖，扭头斥责许俊：“你不是说他只欠了120万吗？怎么现在人说有180万了？”许俊还没开口，王胖子先接了话：“他前前后后借了我300万，昨天说好了先还我120万，剩下的慢慢还。结果我今天等了一天，他1分钱没给我转过来，人还跑没影了。我刚才给他打电话，他说他在家里，我就找过来了。结果他现在躲屋里不敢出来。什么玩意？我适时开口，他可能不在家，出门了吧？不可能。”王胖子非常笃定：“我刚给他打过电话，屋里肯定有他的人，我听见他说话了。”说着，他又狠狠踹了几脚门，大门都被他踹得变了形。眼见着他就要破门而入，去里面抓人了。躲在卧室里的大嫂已经被吓得嚎啕大哭，边哭边求婆婆救命。还是许俊看不下去了，上前拉住了王胖子：“胖子哥，你冷静点，别真闹出人命了。”王胖子红着眼，气喘吁吁地指着许俊道：“他是你亲哥，你当然帮他说话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今天要是拿不到钱，谁劝都没用。我又适时开口，胖子哥，你别着急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就是闹到法院去，我们也是站你这边的。但是现在人在屋里躲着，你光踹门也不是办法呀，咱得智取。”王胖子渐渐冷静下来，问我怎么智取。我指了指大门：“这样，咱现在假装都走了，把门从外面锁上，他肯定会从窗户跳出来逃跑的，到时候咱们直接抓人就行。”王胖子表示同意，但是提出条件：抓住人后必须立刻给他转账，要是再被许大强跑了，他下次来就直接带油漆上门泼红漆了。婆婆被吓得一个劲念叨使不得使不得，然后催促我们快按我说的办法去抓人。于是我们一行人退出门外，由王胖子从外面锁住了大门，其他人则躲在楼梯的转角处，等着许大强跳窗逃跑。但是等了好一会儿，屋内都没什么动静。王胖子急得又要踹门，被许俊拦下了：“别急，我有他房间钥匙。”说完，许俊就返回家中，拿钥匙打开了卧室门。大嫂衣衫不整地躲在床角，
大哥则拿着床单结成的绳子，正准备从窗户翻出去。看到我们突然进门，大哥吓得手一松，从窗台上摔了下来，顿时头破血流。但是他顾不上擦血，连滚带爬地扑到王胖子脚边，抱着他的大腿苦苦哀求：“胖哥，你再宽限我几天，我已经在筹钱了，很快就给你还上。”王胖子冷笑：“你少糊弄我，这话我都听了800遍了。”说完，他一脚踹开大哥，指挥着许俊和他一起把大哥大嫂都压到了客厅坐着。大哥头上血流如注，婆婆看得心疼不已，但是不敢上前给他擦血，只能在一旁默默垂泪。还是大嫂看不过去，拿着纸巾给他按住了伤口。王胖子往沙发上一坐，翘起了二郎腿：“许大强，今天这钱你是给还是不给？给句痛快话吧。”大哥哭丧着脸：“胖哥，我是真没钱啊，没钱。”王胖子冷笑一声，从兜里掏出一部手机，点了几下后，将手机屏幕展示给大哥看：“没钱你还能在牌桌上输好几万。”大哥看到转账记录，脸色大变，扑上去就要抢手机，被王胖子一把推开了。“我告诉你，许大强，今天拿不到钱，我就把你赌博的证据交到公安局去，让你去吃牢饭。”大哥闻言颓然地坐在地上，双手痛苦地抱住头：“我还钱，求你别把我送去坐牢。”但是说完，他又哭起来：“可是我还不起那么多钱呢。”王胖子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：“还不起就先把房子卖了。”婆婆在一旁小声嘟囔：“房子卖了，我们住哪呀？”王胖子闻言瞪了他一眼：“那你儿子赌博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会有今天？”婆婆顿时不敢说话了。大哥突然看向许俊和我：“俊俊、敏敏，你们能不能？”“不能。”大哥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斩钉截铁地拒绝了。许俊也在一旁附和：“我们没钱。”大哥闻言嚎啕大哭：“你们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我可是你亲大哥呀！”我冷笑：“亲大哥会故意带着婆婆来公司堵我，想毁了我的工作吗？”大哥闻言哭声一顿，不可置信地看向婆婆：“妈！”婆婆眼神闪躲，但是嘴上却不肯承认：“你别听他胡说，我没有。”“你没有什么？”“我从手机里调出昨天的监控视频，你以为删除了就没事了？不好意思，我恢复了。”视频里，婆婆和大哥大嫂3人凑在一起，交头接耳，大哥大嫂都面露不忍，但是婆婆态度坚决：“她那么爱许俊，肯定会出钱帮许俊的。等许俊把钱拿到手，咱们再好好跟他说，以后不会了，他肯定就原谅咱们了。”大哥看完视频后，痛苦地捂住了脸：“妈，我说你怎么突然改主意，愿意卖房子了？原来在这等着我们呢。”他又看向我们：“所以你们昨天是故意那么说的？你们早就计划好了？”许俊点头：“对，所以大哥，你别怪我们，我们也是被你逼的。”大哥突然怒吼一声：“啊！”随后猛地站起来，往阳台上冲，作势要跳楼。我们都被吓了一跳。王胖子反应最快，一个虎扑把他压在地上，然后招呼我们一起上去帮忙。我们七手八脚的把大哥捆在了椅子上，又逼迫大嫂写下了不再赌博的保证书，并录了视频留作证据。最后，大哥只能同意卖房还债，但是求我们给他留个房间住，他和大嫂会出去找工作，以后按月还我们钱。我们还没开口，婆婆先表了态，说她可以回乡下住，但是坚决不和赌徒住在一起。事情闹到这一步，大哥和大嫂的名声都已经臭了，以后在邻居面前都抬不起头来。于是我们离开之后，大哥大嫂很快就搬了家。
同时把婆婆送回了乡下，并且真的都戒了赌，开始安心工作还债。而我们也说话算话，没有真的把视频交给警察。1年后，大哥还完了王胖子的钱，同时和我们恢复了来往，但是他性子变得沉默许多，再也没有以前的意气风发。而婆婆经过此事之后，也没有脸面再来找我们的麻烦，只能安心待在乡下养老。我和许俊的生活终于回归了平静，感情甚至比之前还要好。许俊不止一次的感慨：“敏敏，你真是我的智多星。”我笑着捶了他一下：“去你的，你才是我的顶梁柱呢！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只要我们肯一条心往一处使劲，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。”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